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夏果，你是要用会议室吗？没事，你们先用吧。那你一会儿再来吧，我跟薛总很快就好，10分钟。不用了，就按这个执行吧。你们用，你不要忘了。薛总，那你用吧。李总。其实我知道，他心里一直有我的。这些年他也有过女朋友，可是没有谁能够让他安定下来。所以他公寓的门锁2个月就会换一次。但是米高就不一样喽，米高是他女儿，我也相信他愿意为米高而停留。你怎么不在公司？回家了？早上走忘了告诉你，我换了密码，378926。就在这边，510啊，记好房门号，别忘了。这个房子的卫生我都已经搞好了，然后这些需要修的东西我都找物业帮你修好。哇，可以呀，中国速度啊你！我这是熟门熟路了，我家就住在隔壁509，你有什么事儿直接来敲门，你敲墙也行。你家住隔壁啊？这么巧啊！我其实之前觉得你都不用租这房子，我家特别宽敞，我直接腾一间房子你来住得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挺好的，谢谢你啊。来，新邻居，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。哎，不过真的是多亏你给我找的这个房子，不然我还得住到那个快捷酒店去。那你请我吃个饭吧。行啊，想吃什么？就在我家吃，我做饭，你请客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买菜去。
不用了，我已经买好了，你直接来就行。那不还是你请客吗？名义上算你的呀，有什么忌口吗？百无禁忌。你怎么动作这么快啊？吃饭必须积极啊！哇，你家这么大，这房子你买的？对啊，我开玩笑，我朋友的，他去南极看企鹅，我在上海帮他看这房子。吓我一跳！看一下风景。咱们俩不就住隔壁吗？风景能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好像是哦。我以前一直以为，只要努力多开一扇窗，生活就会很不一样。但是现在慢慢发现，就算开再多的窗，看到的也都大同小异。你从左边走到右边，至少多了手上这杯酒。这扇窗开了，值不值你自己掂量。你这弟弟挺有意思的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我有意思的地方多了，你以后会慢慢发现。哎，你调酒真的很有天赋哎！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觉得好玩，没想到你这么用心。是好玩啊！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酒馆，所以肯定要有钱。现在的95后都这么有事业心吗？当然，好好搞钱嘛。不过你倒是不用像我一样啊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这么辛苦啊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有个高管男友吗？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他不会结婚了吧？出轨？有孩子了？哎呀，没有，你不要瞎猜。那就是了。我刚问你那么半天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一说有孩子，你直接急眼了。玩的够刺激啊，你们！哎呀，真的不是，你这小孩管好你自己，好好挣钱吧你，管骗人。你这话也是跟你自己说了吧？为了我们夏国好好挣钱，干杯！烦人。为了我们努力奋斗的人生，干杯！来。哎，还没走。哦，刚修改完方案。我给你买了好吃的，还热着。我吃过饭了，谢谢。我们能聊聊吗？是工作上的事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没什么可聊的。我挺忙的。好，你先忙。他手上握着女儿这张牌，他不打出去，他怎么甘心呢？不过说实话，他这招其实挺烂的。男人都讨厌别人要挟，特别是女人的要挟。你个死小孩，你懂多少男人啊你？这是男人本性，这和年龄没关系。你现在都和薛宇明分手了，就别再纠结了。我是不想纠结啊，可
可是当我看见他们牵着女儿同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真的，这个公司我就待不下去了，真的待不下去。哎，我们换个地方聊一聊，好吗？再给我来一杯。喝水。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？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你要说什么？说你为什么瞒着我吗？你聊聊来。我没有要瞒你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米高，但是她是我女儿这个事实我改变不了。行，你改变不了，我知道你改变不了，我接受你们重归于好，行了吗？我跟她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薛宇明，你应该感谢他，感谢他给了你一个那么完美的人设。久别重逢，不计前嫌，温柔以待，太深情了。你喝多了怎么办？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好吗？不想听你说话。嗨，琳达，嘿，早上好。果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昨天你简直太猛了！是啊，果果，你昨天也太勇了，我早就烦死他了，他老在我们这儿蹭来蹭去的。勇什么呀？打他是应该的，就是有点抱歉搅了人家小朋友的生日局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心中的好卫队长。哎，你看，他也不淡定了。如果我花了这么多心血，还输给你了的话，我可能也没脸在这个办公室做了。此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家乡乐山的春天。古人最爱赞美春天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徐丽，去请一下李总跟夏果。两位请坐。春晓和欧陆之春这两个策划案的文本和视频，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相比第一稿都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可谓是各有千秋。在表决之前，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给自己拉拉票。好，我先说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一稿有突破，是因为我在修改的时候，请到了欧洲的2位顶尖的艺术设计师莱昂和霍嘉，他们也愿意在海外推广我们的产品，因为我们要交出的是一份国际化的答卷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贺嘉是前年德国标致设计奖的金奖得主。黎阳的背景也很不简单了，他被很多奢侈品品牌都请去当过艺术顾问。不错。夏果，你在方案里提到了千里春江，怎么是要准备与这款游戏联名吗？是的，这款游戏我家孩子就在玩，据说是全网排名第1的经营类手游，日流水很高的，表现很惊艳。其实我也是受到了前不久我们好味和天一合作的启发，想要在跨界合作上打开更多的层次和面向。那么在我看来，糖果的消费群体其实是更偏年轻化的，而跟手游合作的话，可以让我们迅速的和年轻人拉近距离，打开市场。而且大家试想一下，边打游戏边吃零食，是不是很有画面感？而且我这次的这个想法其实和千里春江的概念是高度统一的，他们也建议我在里面加入了一些多元的地域文化元素，形成一个天然的连接，这些也都体现在了我的方案里面。挺好，一个倾向国际化、精英化，一个倾向本土化、年轻化，难分伯仲。薛总，你怎么看？2套策划案都极具水准，风格各不一样。销售预期也差不多，但是从毛利润以及市场份额增量这个预期来看，春晓的数据会更好一些。当然，
欧陆之春定位更高端，很难选择。以上都只是个人观点，并不代表实际结果，过程中肯定会有变数的。到底采用哪一种方案，我们投票表决，你们二位也不用回避了。我宣布投票结果，获胜的方案是大比分胜出的春晓，恭喜夏果。谢谢陆总，谢谢大家。薛玉明，你投给春晓是故意看我出丑吗？欧陆之春面向的是中高层的受众，它成本就在那儿。你让我跟春晓比毛利率？我也说了，欧陆之春的定位更高端。作为 CEO， 担当的是公司的 KPI， 我有必要提醒股东两套方案的优劣。你少跟我打官腔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投给谁了？我投给谁没有那么重要。春晓是以大比分领先的，结果显而易见。回答我。我作为你的上司，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工作。而作为米高的父亲，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利用米高了。我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们之间不可能。我们之间不可能？你跟别人就有可能吗？你敢说你现在到底跟谁在一起吗？你敢吗？我喜欢夏果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这样的后果吗？公司要是知道，你们两个都得完蛋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遍，我喜欢夏果。喜欢逛超市吗？我特别喜欢逛超市，每次逛超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放松，而且特别解压。买，我请你。但有一个条件，你每买一样东西都要告诉我一个关于它的故事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亲情和爱情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切，你说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了那些漂亮的数据而忽略了这些？天哪，这居然有这个糖！我一吃的时候我就神清气爽，瞬间就清醒了，然后第二天还考了个满分，特别神奇。大家让一让啊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可以看着点。